朋友们，先把结论放在最前面。《三国演义》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从来不是谁更会打仗，也不是谁更会用计，而是他把一个人类社会最残酷的问题，直接摊在了我们面前。一个旧秩序烂透之后，到底该靠什么重建？靠曹操那种只看结果的强人逻辑吗？靠孙权那种处处精算的股东思维吗？还是靠刘备和诸葛亮那种明知会输，也要守住承诺的理想主义？更扎心的是，为什么最会算的人没有赢到最后？为什么最有情义的人一生都在失败？为什么真正笑到最后的，偏偏是最没有底线的司马家？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从小读三国，总以为他讲的是英雄逐鹿，可读到最后才发现，他讲的其实是一个社会的道德压力测试。它不是单纯的军阀混战，它不是爽文，它更像一场极其冰冷的大型实验。曹魏、东吴、蜀汉，表面上抢的是城池，争的是兵马，夺的是天下，可骨子里他们争的是三套完全不同的生存系统。曹操相信效率，孙权相信利益，刘备相信人心，司马懿则告诉所有人，只要最后能赢，连誓言都可以撕碎。朋友们，这才是三国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。他不是在问你谁最强，他是在问你，当世界烂到没有规则时，你还愿不愿意做一个有底线的人？要看懂这场实验，我们必须先回到那个崩坏的现场。东汉末年，并不是突然冒出几个野心家，天下就乱了。一个帝国的崩塌，从来不是因为一个昏君喝多了，也不是因为几个宦官斗来斗去，真正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上升通道被堵死了，土地被豪族吞掉，官位被门阀垄断，资源被少数家族攥在手里，普通人连活下去都要看人脸色。你努力读书没用，你有本事也没用，你不是那个圈层的人，就进不了那扇门。袁绍为什么那么有底气？因为他背后是4世3公，那不是一个人的履历，那是一整套贵族信用体系。换成今天的话说，就是他一出生就拿到了顶级资源包，融资有人给，背书有人做，履历自带光环。可底层百姓呢？他们没有土地，没有机会，没有尊严，最后连苟活都成了奢望。所以黄巾起义爆发了。那句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不是中二口号，那是无数普通人被逼到绝境后的哭喊。你不让我活，我就把旧世界掀翻。于是大汉这座看起来雄伟的高楼，终于从地基开始塌了。塌的不是皇宫，塌的是信任，塌的是秩序，塌的是一整套让人相信明天会更好的社会契约。在这样的废墟上，谁能重新搭一个新世界？这时候，曹操、孙权、刘备登场了。他们面对的是同一道题：旧制度没救了，新秩序怎么建？曹操说：很简单，别跟我讲出身，也别跟我讲道德牌坊，谁能干活，谁上桌，谁能打胜仗，谁拿奖金，谁能解决问题，谁就是人才。请注意，这听起来很先进，甚至很像今天的职场神话。曹操如果放在现代，绝对不是传统老板，他更像一个极端强势的创业公司 CEO。 他不要温情叙事，他不要道德包装，他要增长，要效率，要市场占有率。他看袁绍那帮人，就像看一群躺在祖产上的老钱二代，开会开半天，吵的全是派系利益，战略摇摆，执行稀烂。曹操不一样，曹操的逻辑非常锋利。乱世里，谁还跟你讲体面？能赢才有资格活，能活下来才有资格谈理想。所以
他提出唯才是举，这件事的震撼程度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象。在那个讲门第、讲清明、讲家族血统的时代，曹操等于直接掀桌。他对天下人说，哪怕你出身卑微，哪怕你名声不好，哪怕你有缺点，只要你有真本事，我就敢用你。这不是普通招聘，这是对门阀秩序的公开宣战。换成互联网话术，就是曹操用一套绩效系统打穿了旧贵族的人脉系统。于是一群被旧时代压住的人开始往曹操这里聚集。张辽来了，徐晃来了，于禁来了，郭嘉也来了。曹操阵营慢慢变成一家狼性十足的高压公司，没有人跟你谈诗和远方，所有人都盯着目标，谁能创造战果，谁就往上走。官渡之战就是这套系统的巅峰展示。很多人只看到了以少胜多，可官渡的本质是寒门精英团队对老牌贵族集团的一次降维打击。袁绍那边资源更多，名声更大，兵也更多，但内部全是算计，谋士之间互相拆台，主公本人又犹豫不决。曹操这边资源少，压力大，甚至粮草都快断了，可他们目标一致，执行极快。许攸刚带来乌巢的情报，曹操立刻抓住机会，没有10轮汇报，没有层层审批，没有为了甩锅而反复开会，他直接押上全部筹码。于是袁绍那套看似庞大的旧系统被曹操这一刀砍穿了。官渡之后，北方基本进入曹操的节奏，曹魏的底盘立起来了。到这里，曹操像不像一个时代的破局者？太像了。他打破门第，重用人才，重建秩序。他让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重新有了流动性。可朋友们，所有极端高效的系统都有一个隐藏成本，它可以快速解决问题，也可能快速吞掉人性。曹操的问题就在这里，他太相信结果了，相信到最后连底线也开始变成成本。只要赢，手段可以脏；只要有利，情义可以让位；只要目标正确，人可以被牺牲。早年的曹操还像一个破局者，晚年的曹操却越来越像旧秩序废墟上长出来的新权力怪兽。他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表面上是汉臣，实际上掌控皇帝。他没有立刻称帝，可他一步一步逼近那条线，封魏公，加九锡，称魏王，每一步都像是在试探天下人的忍耐。可就在这时，荀彧站了出来。荀彧不是普通谋士，他是曹操集团的顶层设计师，他帮曹操规划路线，稳定后方，招揽人才。可荀彧心里有一根线，他辅佐曹操是因为他相信曹操能匡扶汉室，而不是取代汉室。当曹操终于暴露出篡汉野心时，荀彧接受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荀彧看来，权力可以变通，天下可以重组，但最后那一点名分和道义不能碎。一旦碎了，大家就都只是强盗。曹操怎么回应？一个空食盒，没有饭了，也没有位置了，你该退场了。荀彧死了。这个细节非常冷，它冷在什么地方？冷在曹操亲手杀掉的不只是一个人，而是曹魏集团里最后那点理想主义。后来的孔融、崔琰也陆续被清理。那些爱讲道德、爱讲名节、爱讲底线的人，慢慢都被曹操的机器碾过去了。于是曹魏集团越来越强，也越来越空。他拥有最强的军队、最好的制度、最庞大的地盘，可他内部真正维系人心的东西开始松动了。因为曹操已经给天下做了一个示范，只要实力够强，就可以把皇帝变成工具。
只要收益够高，就可以撕开名分。只要你赢了，别人就得承认你。可问题是，这套逻辑一旦成立，就不止曹家能用，后来司马家也能用。司马懿看着这一切，心里可能早就明白了，原来规则是可以被实力改写的，原来道义只是弱者的护身符，原来你曹家可以欺负汉室，那我司马家也可以欺负曹家。曹操用现实主义打下了江山，却也给子孙挖好了坑。他赢了当下，却输了未来。他砍掉了旧贵族的傲慢，也砍掉了保护自己家族的道德护城河。这就是曹魏的悲剧。他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，前期强大的可怕，后期却因为缺少信仰而被更冷酷的人接管。那如果曹操太狠太现实，那东吴是不是好一点？他不搞极端狼性，不搞一个人说了算，他更像一个地方豪族共同持股的平台，看起来稳吧，很稳，可也正因为太稳，所以他注定走不远。东吴的底层结构跟曹魏完全不一样。曹操是强势创始人，绝对控股；刘备是兄弟创业，靠情义起盘；孙权呢，他更像江东利益共同体推出来的董事长。孙家有威望，有军权，有创业故事，可真正能让江东运转的是本地世家大族，顾、陆、朱、张，还有一堆地方豪强。他们有土地，有人口，有私兵，有地方网络。孙权要做事，不能只靠命令，他得平衡股东，得看各家的脸色，得算每一次出兵会不会触动他们的利益。于是东吴形成了一种非常典型的企业文化，精致、稳健、算账。他不是没有能力，他是太会算了，什么都要算投入产出比。守家园，值得打出去，不一定值得。保江东，大家都有份，争天下，谁来买单？这套思维在赤壁之战时发挥了巨大作用，也暴露了巨大问题。曹操南下，号称大军压境，江东朝堂瞬间分裂，以张昭为代表的文臣主张投降。很多人读到这里会觉得张昭软弱，可如果从利益账本来看，张昭一点都不蠢，他算得很清楚，打风险极高，赢了也要烧钱死人，输了整个江东完蛋。投降呢，孙权可能失去最高位置，但江东世家未必会失去根本利益。曹操要治理江南，也要靠本地豪族。换句话说，对张昭他们来说，投降不是亡国，而是换老板。你看，精致利己者最强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他们不会情绪化，他们不会被口号点燃，他们只问一句：我的利益会不会受损？如果不会，那就可以谈。孙权当然不能接受，因为他是董事长，股东可以换平台，他不能。于是孙权必须打，他必须把所有人的利益绑到自己的战车上。周瑜这时候站出来了，周瑜代表的不是投降派，而是江东的少壮军方。他告诉孙权，曹操远来疲惫，水军不熟，内部也有问题，这仗能打。孙权拔剑砍案，表面上是向曹操宣战，实际上也是在警告内部股东，别再想着各自保本了。这一次，所有人必须跟我站在一起。赤壁之战赢了，火烧战船，长江翻红，曹操狼狈北撤，东吴迎来了最耀眼的一刻，周瑜也成了江东最浪漫的符号。可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赤壁这么漂亮的开局，最后没有变成东吴北伐天下的起点？为什么东吴守江东很强，打合肥却总是憋屈？
为什么孙权一带大军北上，就像大型团建现场，声势很大，结果很尴尬？答案还是那句话，利益不一致。守江东是所有股东共同利益。曹操来了，大家的土地、宗族、庄园都危险，所以能拼命。可北伐中原呢，对江东世家有什么好处？打赢了，谁去北方做官？打输了，谁出粮？谁死人？谁背锅？他们不愿意为了一个宏大的统一理想去损耗自己的家底。所以东吴的军队在防御时很团结，在进攻时很松散。他能保住长江，却很难跨过长江。他有聪明人，有名将，有水军，有钱粮，可他缺少一个让所有人愿意牺牲的共同信仰。这就导致东吴的战略经常很短。他最典型的一步就是白衣渡江。关羽北伐，水淹七军，威震华夏。曹操一度被逼到考虑迁都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从抗曹大局看，孙刘联盟应该继续压上。刘备从西线牵制，关羽从荆州猛攻，东吴从东线配合。三方如果形成压力，曹魏就真的危险了。可孙权和吕蒙看到了另一笔账，关羽太强，刘备势力会不会做大？荆州离我太近，现在不拿，以后还拿不拿得到？于是他们选择背刺。吕蒙白衣渡江，偷袭荆州。战术上漂亮的像教科书，成本低，收益快，风险可控。可战略上，这是一次巨大透支。东吴拿到了荆州，却亲手砍断了孙刘联盟。关羽败亡，刘备震怒，夷陵之战爆发。南方两家从合作变成互耗，从此之后，再没有足够强的南方联盟可以真正威胁曹魏。东吴赢了一块地，输掉了天下格局。这就是精致实用主义的悲哀。他很聪明，聪明到每一步都不吃亏。他很理性，理性到永远不愿意为远方下注。他很稳，稳到最后只能守着自己的小盘子慢慢老去。孙权晚年也开始失控，二公之争，功臣受害，陆逊被逼死。为什么一个曾经能在赤壁拍板抗曹的人，晚年会变成这样？因为孙权终于发现，他这个董事长被股东架住了。江东世家越来越大，孙家权威越来越难压住，于是他用猜忌和杀戮夺权。可这不是强大，而是衰老。东吴靠算计活下来，也被算计困住了。他熬过了许多人，却没有真正创造新秩序。最后西晋大军南下，很多江东士族又开始熟练地算账。抵抗不划算，那就投降。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，太聪明的人往往死在没有信仰的聪明里。说到这里，三国似乎只剩两种冰冷答案：要么像曹操一样效率至上，结果第一；要么像东吴一样保存实力，精致计算。那有没有第三种人？有没有人明知道世界不讲道理，还愿意讲一点仁义？有没有人明知道讲情义会付出代价，还愿意把承诺看得比江山更重？有。正因为有，三国才不只是一部权谋书，它才会成为中国人心里最难放下的史诗。那道光叫蜀汉。刘备的开局放在任何创业教材里都不合格，没钱、没地、没背景。所谓皇叔身份，更多时候像一张快过期的名片。他卖过草鞋，寄人篱下，四处流浪。今天投这个，明天靠那个，被吕布坑，被曹操追，被袁术压，被刘表晾，老婆孩子丢了不止一次，创业失败的次数多到能写成连续剧。可奇怪的是，刘备总能吸引人。
关羽跟他，张飞跟他，赵云跟他，后来诸葛亮也跟他。为什么？难道这些人看不清形势吗？难道他们不知道曹操更强，孙权更稳吗？他们当然知道，可刘备给了他们一件曹操和孙权很难给的东西，那就是被尊重的感觉。刘备最强的资产不是兵，也不是地，而是人心。他在乱世里讲仁义，这件事看起来很傻，可越是在所有人都把人当工具的时候，有人愿意把人当人看，就越显得珍贵。长坂坡前，曹操大军追来，刘备撤退，10几万百姓拖家带口跟着他走，这个场面极不理智。军队撤退最怕拖慢速度，背后是曹操精锐骑兵，前面是混乱人群，正常将领会怎么做？丢掉百姓，保住核心团队，只要主公活着，就还有翻盘机会。可刘备不肯，他说：成大事要以人为本，百姓来投我，我怎么忍心抛下他们？这句话放在军事上可能很不合格，放在人心上却重如千钧。朋友们，这就是刘备的底色，他不是不会算，他是算完之后仍然选择不抛弃人。曹操看见的是效率，孙权看见的是利益，刘备看见的是托付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刘备的团队才不像普通公司，他们更像一个用誓言绑在一起的命运共同体。桃园结义当然有文学加工，可它代表的东西是真的，那是一种把兄弟、承诺、道义看得比成本更重的价值观。你可以说它幼稚，你可以说它不现实，可你不能否认它非常动人。因为人类从来不只靠利益活着，人还靠相信某些东西值得自己去死。刘备最让人争议的决定就是夷陵之战，关羽失荆州，败走麦城，被东吴所杀。张飞后来也死于部下之手。刘备刚刚称帝，蜀汉看似到了高点，却瞬间失去2个最重要的兄弟。这个时候，理性建议是什么？忍先稳住，曹魏才是头号敌人，重新联合东吴，恢复外交，慢慢等待机会。诸葛亮、赵云都知道这一点，他们不支持刘备伐吴。从国家利益看，这仗不该打，可刘备还是打了。很多人因此说刘备昏聩，说他被愤怒冲昏头脑。可我们必须问一个更深的问题：如果刘备不打，他还是刘备吗？蜀汉这个政权靠什么建立？靠地盘吗？不是。靠制度吗？也不是。它最核心的合法性就是仁义，就是桃园誓言，就是刘备一生对人心的经营。如果2弟被杀，3弟身亡，刘备为了帝王利益选择沉默，选择和杀弟仇人握手言和，那他过去说过的所有话还剩多少分量？如果兄弟可以不管，誓言可以不认，那蜀汉和曹魏、东吴还有什么不同？所以夷陵之战军事上是错误，情义上却是刘备无法回避的命运。那是帝王刘备最不成熟的一战，也是大哥刘备最痛的一战。他不是不知道风险，他只是不能把自己活成另一个曹操，结果惨烈。陆逊火烧连营，蜀汉精锐损失惨重。刘备退到白帝城，曾经一路颠沛的老英雄，终于走到生命尽头。白帝城托孤是三国最沉重的画面之一。刘备把一个破碎的国家交给诸葛亮，也把那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理想交给诸葛亮。诸葛亮接手时，局面有多烂？外部强敌环伺，内部派系不稳，南中叛乱，人才凋零，军力受损。蜀汉像一艘漏水的小船，飘在巨浪中。换成任何一个精致实用主义者，
大概都会选择躺平，能守几年算几年。可诸葛亮不是这种人，他先修船，平南中，稳内部，恢复生产，重建外交，再和东吴修复关系。等国家稍微喘过气来，他做了一个让后世争论不休的决定：北伐。很多人不理解，蜀汉那么小，曹魏那么大，资源差距摆在那里，诸葛亮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守四川？为什么非要一次次出祁山？为什么要把一生耗在一场看似赢不了的战争里？因为诸葛亮太清楚了，蜀汉如果只守，一定会慢慢死。四川盆地可以让你暂时安全，也会让你慢性窒息。人口、土地、人才、战略纵深，魏国都远超蜀汉。拖下去，弱者只会越来越弱。所以北伐不是盲目浪漫，它有现实层面的必要。以攻为守，制造变量，只有动起来，才可能撬开命运的一条缝。但这还不是全部，更深的原因是承诺。多年前，隆中草庐里，刘备三顾茅庐，一个落魄中年人向一个年轻士人讲述恢复汉室的梦想。那一刻，诸葛亮选择出山，他不是为了工资，他不是为了头衔，他是被一种知己之情打动了。后来岁月流转，关羽死了，张飞死了，刘备也走了，当年的创业团队几乎散尽，兴复汉室这个目标越来越像一个遥远的梦。可诸葛亮没有退，因为对他来说，理想不是胜算表上的一项数据，理想是一个人答应过另一个人的事。出师表为什么能打动中国人1000多年？不是因为它辞藻华丽，而是因为里面那种责任感太重了。臣受命之日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你听到的不是臣子在写报告，你听到的是一个人把自己的一生压在一份托付上。诸葛亮当然知道难，他当然知道魏强蜀弱，他当然知道自己也会老，也会病，也会失败。可他还是一次次出发，直到5丈原，54岁的诸葛亮已经不是那个羽扇纶巾的年轻人，他身体衰败，压力沉重。对面的司马懿不急，他知道只要拖，蜀汉就耗不起；只要等，诸葛亮就会先倒下。诸葛亮不知道吗？他知道，他比谁都知道。可知道结局，仍然选择向前，这才叫悲壮。很多人把英雄理解为一定会赢的人，可三国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英雄有时是明知道赢不了，还不愿意跪下的人。秋风吹过5丈原，蜀汉最后的星光熄灭，诸葛亮死了。那一刻，死去的不只是一个丞相，也是三国世界里最纯粹的理想主义。刘备的仁义，关羽的忠义，张飞的刚烈，诸葛亮的担当，像一串火种，终于烧到了尽头。接下来登场的是更冷的现实，因为当理想主义退场后，最没有底线的人就开始收割世界。这个人就是司马懿。很多人喜欢把司马懿讲成隐忍大师，能忍能熬能等，他熬死曹操，熬死曹丕，熬死曹睿，也熬死诸葛亮。可如果只看到忍，就太浅了。司马懿最可怕的不是能忍，而是他最后完全不在乎底线。曹操狠，但曹操还需要名义；曹操杀人，但曹操还要解释。曹操一生没有称帝，至少还给自己留了一层体面。司马懿不一样，他真正完成了底线击穿高平陵之变，就是那个转折点。公元249年，曹爽陪小皇帝去高平陵，司马懿抓住机会，控制洛阳，发动政变。
那时曹爽手里还有皇帝，还有兵权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反击机会。司马懿怎么做？他派人劝降，还对着洛水发誓，意思很清楚，只要曹爽交出权力，就保他富贵平安。古人对誓言很重，对天地山川发誓更不是随口一说。曹爽信了，他以为大家都是世家大族，多少还要讲体面，结果他错了。曹爽投降后，司马懿立刻翻脸，不但杀曹爽，还诛三族，牵连极广。朋友们，高平陵之变真正恐怖的地方，不只是死了多少人，而是他公开宣布了一件事：誓言可以作废，信用可以用来骗人，道德可以被当成工具，只要赢，什么都可以撕毁。这比曹操的现实主义更黑。曹操还在破旧秩序，司马懿则是在摧毁所有秩序。曹操告诉天下，强者可以改规则；司马懿告诉天下，规则本身就是给傻子准备的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权力斗争进入更肮脏的阶段。所有人都知道，对方说的话不可信，誓言不可信，投降不可信，承诺不可信。社会的契约精神被砸碎了，一个连投降承诺都可以立刻撕毁的世界，还怎么让人相信明天？所以司马家最后能统一三国，却得不到真正的尊敬。晋朝建立在背叛之上，也迅速被背叛吞没。八王之乱，骨肉相残，五胡乱华。神州陆沉，这个王朝像一个诅咒，他用极端无底线赢来的天下，最后也被无底线的内斗撕碎。历史有时候真的很公平，你用什么方式获得权力，权力就会用什么方式反噬你。但在这片黑暗里，还有最后一簇火，那就是姜维。诸葛亮死后，蜀汉已经越来越弱，刘禅投降，成都开门，很多人接受现实。可姜维不愿意，他是诸葛亮理想的最后继承者。远在前线的他拿到投降诏书时，心里一定像被刀割。那是丞相用命守过的国家，那是刘备一生托起的旗帜，那是桃园誓言最后的余温。姜维选择假降钟会，试图利用魏军内乱复国。这个计划成功率极低，甚至接近于无，可他还是做了。他给刘禅写信，希望陛下再忍几天屈辱。他想让社稷危而复安，日月忧而复明，多么天真，也多么动人。最后兵变失败，姜维被乱军包围，他说：“我事不成，乃天命也。”然后拔剑自尽。姜维一死，蜀汉理想主义最后的火星也彻底熄灭了。再往后，东吴也降了，三家归晋，天下看似统一。可这个统一没有让人热血沸腾，它像一场冷冰冰的收购。创业者死了，理想家死了，守成者投了，最后由最会背叛的人完成并表。讲到这里，故事似乎很绝望。现实主义打下基础，实用主义保住家底，理想主义留下眼泪，虚无主义拿走胜利，小人得天下，英雄成白骨。可朋友们，三国真正高级的地方也就在这里，它让我们看见现实的残酷，却没有逼我们崇拜残酷。他承认司马家赢了天下，却没有让司马家赢得人心。2000年后，我们提起三国，最先想起谁？是司马炎吗？是司马昭吗？是洛水之事吗？不是，我们想起的是桃园结义，是千里走单骑，是长坂坡7进7出，是赤壁大火，是关羽败走麦城时的孤绝，是刘备白帝城托孤时的苍凉，是诸葛亮5丈原的秋风，是那句鞠躬尽瘁。
死而后已。你看，历史很奇妙，权谋可以夺走土地，却夺不走记忆；刀兵可以杀死英雄，却杀不死人们对英雄的向往。司马家赢的是肉身世界，刘备和诸葛亮赢的是精神世界。曹操让我们看见效率的锋利，孙权让我们看见利益的精明。刘备和诸葛亮让我们看见，人在极端现实里依然可以选择不彻底变成工具。也许这才是《三国演义》最重要的意义。它不是教你如何成为赢家，它是在问你，当赢家需要撕掉底线时，你还羡慕吗？当聪明意味着背叛时，你还想聪明吗？当理想注定失败时，你还愿不愿意为它走一段路？朋友们，人生当然不是三国，我们不会天天面对刀光剑影，可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乱世里。职场里有 KPI， 有战队，有精致算计；生活里有压力，有妥协，有不得不低头的时候。你可能也见过曹操式的强人，只问结果，不问感受。你可能也见过东吴式的聪明人，永远计算得失，永远不肯吃亏。你甚至可能也见过司马懿式的人，笑着发誓，转身捅刀。可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更需要记住刘备和诸葛亮。不是让你盲目天真，也不是让你不懂现实，而是希望你在看透现实后，别把自己的心也交出去。一个人可以成熟，但不要变得麻木；可以理性，但不要只剩算计；可以暂时失败，但不要因此嘲笑所有相信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成败会过去，王朝会消散，权谋会过期。可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，会一直站在时间深处。他们提醒我们，人类最珍贵的，从来不是赢到最后的手段，而是在黑暗里依然不肯熄灭的那点光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心里有过那么一秒的发热，请在弹幕里打出青山依旧这4个字，就当做我们之间的暗号。也请给这期视频点个赞，投个币，收藏起来。等你某一天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，等你觉得所有人都在算计，所有梦想都很可笑时，再回来听一遍，看看刘备为什么颠沛半生还不肯丢掉人心，看看诸葛亮为什么明知天命不在自己这边，还是要走向5丈原，看看那些失败的英雄，为什么比胜利的小人更值得被记住？愿屏幕前的你，在看清世界的冷之后，依然保留一颗热的心。愿你在必须精明的时候，仍然知道什么不能卖。愿你在不得不低头的时候，心里还藏着一团火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大梦一场。这就是三国，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人生。